王凯谭松韵同台引爆争议，评论区为何站队互撕？原来是戳中了普通人的穿搭死穴。欢迎来到华语娱乐频道。同一场活动上台的明星不少，而真能让人刷到停下手指头的，真没几个。这回倒好，王凯和谭松韵一同框，评论区直接开分站队，谁也不服谁。我先说人话啊，别急着吵谁更好看。咱把穿搭掰开了揉一揉，看看到底哪里戳中了大家的点。现在大家看红毯，看活动图，说白了，不是想看他们多豪，是想抄作业，哪怕抄个思路也行。谭松韵这次走的是她最拿手那条路，软糯、轻盈，没攻击性那种。网上不少现场图流出来，裙子版型其实挺简单，就是线条顺着身形往下落，不紧不勒，腰线不高不低，刚好卡在一个普通人也能驾驭的位置。而颜色压根不艳，低饱和度那种，看上去像是把滤镜直接打在身上，皮肤一下子提亮了。我就注意了个小细节，她脖子上的饰品不大，耳饰也不夸张，就是那种你仔细看会觉得精致，不仔细看完全不抢戏的程度。发丝两边有一点点点缀，把整个人的甜控制在一个很舒服的区间。说白了，就是不拼命要大家喊好辣，而是那种这女孩挺舒服的感觉。你看很多女明星一到活动，恨不得把成熟御姐、国际范、冷艳挂全打在脸上，可谭松韵就很清醒，她自己风格就是偏软甜的，她不硬凹那种我要长大的很近，也不堆复杂造型刷存在感，反而是收着稳着，让气质和衣服互相配合，这点真挺聪明。评论区里不少女生直接发言，这套我能抄。我看着也点头，这种剪裁柔和的裙子，日常品牌里一堆类似的，颜色走淡一点，上身再搞个简单小项链、小耳饰，连妆容都不用多复杂，通勤、约会、朋友小聚全能用。而这种没啥攻击性的温柔感，对普通人太友好了，不挑身材，不挑脸型。而王凯那边画风完全不一样，他这套一眼看上去就俩字：利落。剪裁是那种非常干净的版型，线条像拿尺子量过一样，没有乱七八糟的拼接、洞洞、层叠。衣服的面料一看就不是廉价路子，但也不是那种闪瞎眼的亮面，就是有点低调光泽。站在灯下，整个人顾着气场，不靠衣服花哨抢镜。有知情媒体写过，他私下穿搭就偏简约实用，这次活动造型其实延续他平时的偏好，只是把质感往上抬了一档。你说这就有意思了，很多男明星一上红毯，非得来点奇怪小设计，裤子开个洞，衣服上一个不明所以的图案，但这种东西真落到普通人身上，基本没人敢穿出门。王凯这套就不一样了，所有重点都放在轮廓和挺刮感上，肩线干净，整套没有松松垮垮的感觉，但他又没把自己裹成一个板正老干部，而是那种舒展不憋屈的通勤男形象。看图就能感觉到，站姿不做作，不靠奇怪动作抢镜，就是大方站着，气场全靠人和剪裁撑。有人在评论里说，这套完全可以照搬到商务、出差、见客户。我当时看见直接笑，这就是男生最梦寐以求的造型模板，看起来有钱，但又不像刻意炫。你说很多男的一买西装就怕穿出参加婚礼的伴郎那种土味，王凯这套就刚好踩在简约又不无聊的那条线。两人同框的时候真的挺好玩，一边是柔和的小气泡，一边是利落的直线条，一个氛围偏温柔烟火，一个氛围偏成熟大气。画面没有那种谁压着谁的怪异感，反而是互相衬托，一个显得更有少年感，一个显得更稳。站在一起就像穿搭教科书里的风格对照页。我看弹幕里有句话挺到位，谭松韵这一套是普通女孩的参考模板，
王凯这套是工作男生的安全牌。这话听着不华丽，但有点道理。普通人看造型，不在乎你这套礼服多少万，在乎的是我照着买，能不能穿出门，不尴尬，不奇怪。你看啊，现在活动一场接一场，红毯图铺天盖地，大家的审美也早不是越贵越好了。过去很多品牌礼服穿出来就是哇，好贵，但你仔细看，没有任何可复制性。一般人照着学，只能学到买不起和穿不出那种感觉。而这次这俩造型，回到最基础那件事，衣服服务人，而不是人给衣服打工。我就纳闷了，有些明星明明条件很好，非得让服装把自己搞得很像展览模特，看着吸睛，但一点生活感都没有。反过来，谭松韵和王凯这回有一种我就是升级版的你的感觉，落地性特别强。普通人看到会下意识觉得，好像我也可以试试。你说网友争论谁更好看，其实本质是在问我更想成为哪种风格。有人偏向温柔，小小一件裙子能把亲和力放大，这种风格适合慢热型，爱走细水长流路线的人。有人觉得简约更高级，减少造型痕迹，留下空间给气质发挥，这就适合那些不爱折腾又想保持体面的人。而我个人偏偏觉得两种风格其实互补。生活里谁没分场景啊？工作日你穿得过于软萌，可能会被同事轻视；周末约会你穿得太商务，又尴尬。所以软甜和利落本来就该是衣柜里的两大阵营。你看他们俩站在一起，就像给你展示，这是约会场，这里是会议室，各有各的剧本。说到借鉴，我倒劝大家别死记硬背什么同款，真没那个必要。重点是抓思路。谭松韵这思路是用柔和剪裁和低饱和度颜色去放大它本来就有的少女感和亲近感。你要是本身气质偏柔，就可以找类似路线，裙摆别太硬，颜色别太扎眼，配饰少而精，不要有一堆叮铃咣啷的东西挂身上，整个人看着就轻。王凯那条路适合很多普通男生，版型要干净，肩线要挺，裤子长度别拖地，颜色集中在安全系，比如黑、灰、藏蓝这类，面料稍微有点质感，不要满身 logo。 造型越简单，你越不能邋遢，头发、鞋子、腰带都得跟上，这样整套才有那种低调的体面。还有一点很多人容易忽略，就是两人都没有在脸上搞过多的小动作。你看现场图，不管是笑还是站着，都很放松，不会因为衣服太紧、太沉、太奇怪而表情扭曲。这个感觉说起来抽象，实际上就是衣服要让你敢大口喘气，敢自然走动，不然一紧张，啥气质都崩了。网上一些报道提到，现在不少活动造型团队会提前跟艺人沟通真实需求，而不是单向给方案。说到底，大家慢慢意识到，明星造型被讨论的多了，就会影响他们的路人缘，穿得太飘离生活，就容易被吐槽像在走另一颗星球的红毯。所以这几年你会发现，像这样偏实用风的造型其实越来越多。我自己刷到这组图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好惊艳，而是这俩造型好像真能搬进现实。这在现在娱乐圈里其实挺难得的。审美卷了这么多年，很多人做内容也累，说到底能回归到适合自己这4个字，算是走回了正路。而普通人看完，如果只记住一句话，那就是别老盯着价格，看风格配不配你。衣服贵不贵，别人一眼看不出，但风格合不合身，一站出来就全写脸上。我挺想问问屏幕那头的你，工作日会偏向哪种风格？是谭松韵这种软甜耐看的小温柔，还是张凯这种简约利落的大气感？评论区里别憋着，选一边站队也行，
说说你更吃谁这一套，说不定下次出门，你的新造型灵感就从这条评论开始。